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在铁坑聊起比较冷门的意大利顶级仿赛，来自阿普利亚 RSV4 家族。说到阿普利亚 RSV4 这一个坑，我应该拖得最久，差不多拖了8个月左右。因为它的车型属实太多，而且一把好牌打得稀烂。起初阿普利亚在越野领域非常有名，后来1980年进入小排量MotoGP，也培养出了罗西和洛伦佐等等实力派车手，结果全部闹掰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也被摩托古兹和比亚乔轮流收购。如今也在跑 WSBK 和MotoGP，但是就没有但车很好。因为提到 WSBK 想到的就是传祺，提到MotoGP 想到的是本田、铃木、雅马哈。还有 KTM 和杜卡迪，感觉阿普利亚存在感很低，但实力并不弱。所以今天给大家捋一下阿普利亚 RSV4 家族。初代的阿普利亚 RSV4 上市于1998年，当时它的名字叫 RSV1000，并且不是 V4 发动机，用的是 V2 发动机。欧系厂家的更新换代一般是中排量变大排量 ，V2 发动机变 V4 发动机，这个和日系摩托是不一样的。日系摩托很少对排量进行更改，主要是对电控包括机器内部的升级。而且阿普利亚的尾缸和日系摩托也不一样。比如本田的 VTR1000、铃木的 TL1000，它们使用的都是90度尾缸，因为90度尾缸可以抵消彼此运动的震动，而且如果震动为0，可以不需要平衡器，可以使发动机更轻，提供更大的马力。但是阿普利亚使用了60度尾缸，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减少发动机的前后宽度，所以它用的是一台 997cc 4冲程60度微型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128匹，最大扭矩103牛米，装备总重量220公斤，油箱容量20升。当年最高时速272公里每小时，听起来很厉害，但发动机不是阿普利亚的，而是奥地利公司罗塔克斯制作。这家公司非常厉害，有空单独聊起。至于配置也很高，辅助液压离合、欧林斯减震、铝合金摆臂、仪表盘可以记录最高时速，还可以储存40圈以上的圈速时间。后期1999年发布了 RSV R 版，它的整备重量更轻，规格更高。配有欧林斯减震、欧林斯转向阻尼器、锻造龙骨、碳纤维前挡泥板，担任竞赛坐垫。同时发布了规格更高、限量150台的 SP 型号。2001年发布了第2代 RSV1000，相比上一代改变了发动机布局和进气阀，最大马力做到130匹。同样使用了欧林斯减震，它的 R 版升级了鲍鱼卡钳。我们先听一下排气声浪。2004年发布了第3代，整体造型更加犀利，最大马力做到139匹，最大扭矩107牛米。此前的型号每缸2个火花塞，从04年开始变成每缸1个火花塞。普通版的减震器从欧林斯变成了昭和。另外座椅高度810，最高时速278。它的高配 R 版配备了欧林斯减震、欧林斯转向阻尼器，蓝色的锻造龙骨，黑色或者金色车架。同时限量版配备碳纤维车身、镁合金龙骨、全钛排气管。钛制的螺母螺栓，整备重量175公斤。这辆摩托全球限量200台，后期2007年开始，最大马力做到143匹。同时2008年是阿普利亚微型双缸发动机最后一代。2004年到2008年也是阿普利亚 V2 发动机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代，什么干式油底壳、独立油箱、升级的油冷却器、双副轴气动离合，可以说配置特别高，但是没火。终于2009年开始升级了 V4 发动机，这台 V4 发动机也非常奇葩，是一台65度的 V4。当年本田的 VFR 800是90度 ，VFR 1200 75度，摩托 GP 的 RCV1000最窄的时候也是75度，当年杜卡迪也是90度，只有阿普利亚做了一个65度。你可以图片看一下这个65度有多窄，几乎和一个 V2 发动机没有什么区别。而且阿普利亚就在 V4 发动机推出第2年，也就是2010年赢得了 WSBK 总冠军。这是一台 998cc 65度微型4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180匹，最大扭矩115牛米，座椅高度845，装备总重量205公斤，油箱容量17升，0-100加速3.2秒，最高时速290公里。相比上一代，配备了欧林斯减震、线控油门，3种模式选择，可变的进气管长度，电子牵引力控制，鲍鱼卡钳，锻造龙骨，可调的主轴箱位置、角度、发动机高度、摆臂高度，可以说阿普利亚最舍得下放赛道技术。但是懂阿普利亚的真的不多，说白了不是不多，是不好修。先给大家放一下 V4 声浪。2013年发布了 V4 发动机第2代。ABS 成为标配，发动机和摆臂降低6毫米，同时最大马力增加了3匹。它的 APRC 版配备8级牵引力控制，
3种模式选择，3种赛道选择。这套电控系统放到今天，也是市售仿赛电控系统最高的车型之一。说的夸张一些，这套电控科技含量足以排到前3。别的车厂也很厉害，但很多没有下放。威斯第3代发布于2015年，分为 R 版和限量的 RF 版。从2015年开始，最大马力201匹，最大扭矩117牛米。它的 RF 版刷 ECU 之后，保守马力230匹。另外，相比上一代，它的主动电子配置更加齐全，可以使用手机调整牵引力控制，记录引擎的数据，包括自适应、比赛助手。阿普利亚的电控非常多，有空我们4大厂单独出一期，聊一下每一个电控的功能，包括作用。因为它的电控真的太多，得聊5分钟左右。最后一代最新款变成了1100cc， 最大马力218匹，最大扭矩125牛米，使用了6速电子变速箱，这个和摩托 GP 使用的一模一样，也有牵引力控制、前轮控制、发射控制、巡航控制、限速器、发动机制动控制、起步控制，3种骑行模式，3种赛道模式。以上每一个功能都可以独立配置或者停用，也有前后的 ABS、弯道 ABS。欧林斯的电子转向阻尼、电子减震器，可以调节的主轴箱位置、角度、发动机高度、摆臂高度。另外，它的排量从 999cc 升到 1077cc， 又从 1077cc 升级到 1099cc， 而且各种限量版、R 版、高配版非常多。我说的比较简单一些，因为真的太多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阿普利亚是第一个获得 APRC 动态控制系统专利的制造商，并且车架、ECU、减震器、ABS 都是和欧林斯、博世等等独家开发、独家供应。即使这么厉害，但它就是不火，气不气？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